情緒是我人生故事的一部分，不是全部。深夜，燈光昏黃，嘉南坐在書桌前，手機靜默無聲，卻感覺內心像被重錘不停敲擊。他不斷回想，為什麼昨天那場激烈的爭吵讓他整夜輾轉難眠？他問自己，我是不是因為太情緒化而成了失控的怪物？窗外雨聲淅瀝，他卻只感到無盡的寒冷。對很多人來說，情緒似乎佔據了整個生命，讓人以為情緒就是自己的全部。但事實上，情緒只是人生故事中的一個篇章，不是整本書。你是否曾因一時的憤怒而否定整個自己？是否曾因一次失落，認為未來一片黑暗？今天我們將揭開真相，情緒固然重要，卻只是一部分。真正的你還藏着更多色彩與可能。現代社會中，我們常被各種情緒牽着走，喜怒哀樂交織成一幅驚濤駭浪的畫卷。有人說，我就是情緒化，我無法控制。但如果換個角度看，情緒並不完全定義我們。它是一種來自內在的訊號，提醒我們曾經的喜悅、失落與成長。正如一部電影中的配樂，它能烘托氣氛、強化情感，但終究只是電影的一部分，而非全部劇情。舉個例子，安娜在大學畢業典禮上激動地落淚，但她當下也隨後笑着擁抱家人。她的眼淚是當時重逢、告別、感恩的見證，而他的微笑則彰顯了成長與希望。這兩種情緒互不矛盾，正是因為他懂得情緒只是他人生故事的片段，而不是全部。湯姆和琳達戀愛多年，每次吵架後，琳達總會沉默不語，臉上掛着勉強的微笑，而湯姆卻以為他是真的放下了。直到有一次，琳達夜深人靜時在社交媒體上發文，有時我真的只想哭，卻不知道該如何表達。那一刻，湯姆才意識到，琳達平日那看似從容的微笑，其實只是把悲傷與恐懼藏在深處。他的情緒原來只是一部分故事，而他的整個世界還包含無盡的愛、夢想與未來。馬克是一家跨國公司中堅員工，他在會議上總是冷靜、邏輯清晰，讓人覺得他非常成熟穩重。但在一次業績下滑後，他整天沉默，回家後甚至不與家人共進晚餐。他的同事誤以為他在失去信心，而他自己也認為，我一直都是這樣，沒有辦法表達太多情緒。然而有一次，他在心理諮詢中坦言，其實他內心極度孤獨，害怕失敗，只是習慣了用理性來掩蓋痛苦。馬克的故事告訴我們，外表的理智往往只是遮掩真實情感的一層保護膜，而那保護膜下的情緒仍然在悄悄地說話。情緒的訊息不該被誤解為全部。當我們看到自己或他人的情緒爆發，常常會誤以為那就是全貌，但其實情緒只是反映了某個瞬間、某段經歷的回聲。我很生氣的背後，可能是我覺得被忽略，我渴望認可的訊號。我好焦慮的背後，可能是我對未來充滿不確定的擔憂。而我常常哭的背後，可能只是我需要有人陪我一起分擔的渴望。情緒並非萬能解答，也不是定論，它們像是人生中的標點符號，提醒我們暫停、反思，然後繼續前行。當你能從情緒中分辨出，那只是一個片段、一個反應，而不是全部，你才能真正走出固有的框架，開始擁抱完整而豐富的自己，從情緒走向完整，認識自身多元面向。現代人常常陷入追求完美的陷阱，
不斷試圖用控制情緒來證明自己的成熟，但這往往導致情緒的失真，甚至壓抑真正的自我。想象你是一幅畫，不是每一筆都要無瑕，但每一筆都構成了完整的你。當你學會接受自己因情緒而產生的小瑕疵，這些其實都是你獨特故事的一部分，你就不再那麼焦慮，不再害怕展露真實的自己。曾經有位朋友對我說，我一直以為自己必須冷靜、穩重才算成熟。後來我發現，當我開始坦然面對自己的情緒，不論是歡笑還是淚水，我才真正活出真實的自我。這句話讓我覺得，成熟並非沒有情緒，而是學會接納自己情緒的多樣性。你不需要壓抑，也不需要裝作完美，你只需明白，每一個情緒都有它存在的價值和理由。自我和解，把情緒視為成長的加油站。當你學會和自己的情緒對話，不再用批判和自責來壓抑自己，你就能發現，每一次情緒的波動都可能成為你學習和成長的契機。當你在內心告訴自己，我知道我現在很不安，但這並不代表我不夠好，你會感覺內心有一股無形的力量在鼓勵你。當你開始接納那個曾經因為怕受傷而選擇逃避的自己，你就有機會成為一個更加完整、自信的人。情緒來了，並非萬惡不赦，它們是你內在心聲的回響。每一次情緒的流露，都是提醒你，這裡有事需要我聽一聽。節育，情緒是你人生的色彩，而完整的你遠超過這些顏色。當你學會和自己的情緒和平共處時，你會發現人生其實遠比你想象的豐富。或許今天你覺得自己因情緒而失落，但這些情緒正是你獨一無二故事的一部分。你有快樂，有悲傷，有生氣，這些都不是缺陷，而是你活着，在成長的證據。記住，我不需要完美，但我可以完整。完整是承認每一處裂痕，並以這些經驗構築起更堅固的自我。當你勇敢地面對內心那個既渴望愛又恐懼傷害的小孩，你會發現，情緒不是阻礙你前進的障礙，而是一張導航圖，指引你走向真正的自己。當你能夠告訴自己，我現在有情緒，我也接受我不完美的一面，你便開始擁有了真實的力量。那時，你將不再害怕展露自己的瑕疵，因為這些瑕疵交織而成的你，比任何完美都更有魅力，更值得被愛。讓我們從今天開始，放下追求無瑕完美的枷鎖，選擇完整的擁抱自己。